里不锈钢长城已筑成。不够，再加高！我要这城墙直入云霄！大胆封长清，万死难辞其咎！什么？竟有此事？定海侯奉旨巡边，见工部员外郎封长清不顾城防，反而擅自拆毁长城。陛下，封长清所筑永靖关，北拒蛮族，西抵羌敌，为万里边防之所要。城墙倒塌，门户若开，恐有倒悬之危。朕听闻塞北大旱，水草不丰，蛮族势必会在秋收之际南下掳掠。封长清此举，分明是在勾连外族，意图不轨。陛下，臣知长清赤胆忠心，明晓大义，其中恐有误会。此事怎能有假？若城墙不倒，一向主张以守为攻、坚壁清野的定海侯，又怎会主动出击，冒着天大的干系，御敌于外？事关危亡，还望陛下明察秋毫，免生大乱啊！陈尚书，封长清是你之门生，此事就交由你彻查，如果属实，定斩不饶。臣领旨。公子，今天封上永靖关，是不是就能回京啦？为时尚早，3000里长城不过是刚筑下基石，可边关防线已然连缀一体，蛮荒铁骑再难驰骋，这还不够吗？如今的高度防得住金戈铁马，却防不住飞钩云梯，因而还要给它加高。公子想加之几丈？至少10丈。10丈比京师的城墙还高。10丈也就33米，超级基建系统吞了我10万白银，目前才消耗2万，剩下的银两足够给长城加至10丈。项目名3000里钢铁长城，项目难度1颗星，剩余工程款约8万两白银，剩余工期39天。哇，公子不到2月时间便见此奇功，更能驱使挖掘机、起重机等神兽移山倒海，宛如神迹。说了多少次，那是工程车，而非神兽。封大人，镇北军粮草队即将抵达永靖关。鸟不拉屎的地方，总算来客人了。李校尉，距永靖关还有多远？穿过前方的林子便能见到。长清此次惹得陛下震怒，朝野哗然，此番调查，我该如何为他转还？校尉大人，永靖关他可是关城有失，蛮族已破关而入。不是，是关城变了。当然变了。那位员外郎不顾侯爷劝阻，自毁长城，永靖关想必已经是一片残垣断壁了。这混账东西把天都捅破了，此次怕是神仙难救啊！校尉，不是残垣断壁，永靖关还在，只是变化极大。呀！我们是不是走错路了？莫非还在梦里？啊！好一个雄关漫道真如铁，难怪世人都说永靖关可挡10万雄师，今日一关果真不负盛名。陈尚书，这绝不是永靖关。上个月永靖关仍是土石铸造，今天怎成了铜墙铁壁呀？定是天神垂怜边民，因此降下神迹。若非神迹，何人能在粤语以铜铁重铸此关？陈大人为何大笑？李校尉，可曾听过海市蜃楼？自然，难道前方的奇景乃是海市蜃楼？必是海市蜃楼。我执掌工部多年，
天下矿业物料调拨烂熟于心，铸造铁币需大量铜铁，可未见各地铜铁大肆征调之争。啥还是神龙？这可是实打实的神机，我天天得从这儿过，就眼看着这个城墙啊，一尺一尺地长高。老人家，此话当真？俺还能骗官也不成？据说是冯大人用仙法招来的天兵，驱使着这个挖掘机、起重机等神兽，日夜不歇，筑成此墙。挖掘机、起重机、神兽、仙法，官爷，你再往前走走就能瞧见了啊！那个神兽啊，个个是力大无穷，吼声如雷呀！上一回冯大人骑着神兽向俺冲过来，哎呀，那种神威，俺这辈子都忘不掉。老人家，你口中的冯大人，可是工部员外郎冯长清？俺只知道他姓冯，不晓得他的字讳。能有这般邪乎？校尉大人，这必是仙家手段。长青乃我门生，他若会仙术，我岂能不知？多半是以讹传讹，过分夸大。不过，这铁臂横空出世，确实匪夷所思。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没见到神兽仙术前，纵使他说的天花乱坠，我也不信。这体型庞大，声若惊雷，力可拔山，莫非真是上古神兽重现世间？那老农竟没有糊弄我们，这世间真有此等奇兽！有生之年居然能见到神兽，冯大人必是天神下凡。神兽诱我边关，天神诱我大钱。看，那些奇装异服之人，竟能驾驭奇兽。若我大前有奇兽意识相助，何愁蛮族不灭呀？老师，你怎么来了？难道陛下也派你来修长城？此事说来话长，容后再叙。你们是镇北军的运粮队？正是。末将奉命押送粮草北上，途经永靖关。封大人，这些可都是您召来的神兽？他们可不是神兽，工程车而已，就像牛车、马车，只是驱动他们的不是牛马，而是机械动力。封大人，末将没听懂。莫说李校尉，我也没听明白。长青，你且说说这机械动力究竟是何物？此物玄妙，难以传言。你们可以把它们当成不饮不食、力能扛鼎的机关兽。机关兽，这倒听过。封大人，这片铁壁当真只用了数日之功？从定风隘到永靖关，确实只耗费数日。两处关隘相距100里，居然数日筑成。系统派遣的工程队不休不眠，配合无间，效率自然有一点点高。封大人，敢问铸此铁壁用的是何种物料？钢铁为主，辅以混凝土。混凝土类似三合土，拥有粘合之效。我原以为以石土为主，再辅以铁皮，若全部以铜铁浇铸，仅100里所耗之材，便是天文数字。坚不可摧，华不复以。若我大前边塞，处处立起此等铁壁，蛮族大军必被挡在塞北之外啊！封大人，蛮族连年寇边，屠戮生灵，末将斗胆请您出手，为边民铸造3000里铁壁，永绝蛮族之患。请封大人为边民铸造3000里铁壁。李东岩，休要胡闹！陛下只拨款20万两饷银，长青能铸造100里雄关，已是不世之功。你竟敢奢求3000里！陈尚书教训的是，
是末将不知好歹，强人所难了。哼！老师，李校尉，你们不必争执，3000里长城早已筑成。荒谬！你到边塞才多久，竟自称修好3000里长城？风大人，那可是3000里啊！我朝数十年来修修补补，也不过修建2000里。区区3000里，我何必弄虚作假？你们若是不信，大可派人沿边巡视。若果真如此，风大人，您便是边关万民的再生父母。长卿，你立此大功，我今夜便书写密函，800里加急，直呈御前。老师莫急，长城虽然修好了，但仍有缺陷。此话何解？你瞧，它多完美啊！再高一点点，才算完美。还不够高吗？长城接近2丈，已经能与玲珑县城墙比肩。风大人，以长城如今的高度，辅以精兵强弩，足以让蛮族铁骑望而兴叹，百折无功啊！风大人的要求未免也太高了。若是一座城池，墙高3、4丈，实乃寻常。可这是绵延3000里的边墙啊！我只问诸位一句，蛮族可否会打造云梯？当然，云梯乃蛮族的攻城利器。蛮族能借助云梯攀越长城，那它就不够完美。即便再加几丈，亦难防住云梯呀。若长城之高能让云梯成为无用之物呢？那要加到多高？5丈，还是7、8丈？风大人，天亮铜铁若铸成兵器甲胄，可武装10万精锐，远比架高长城划算呐！我的职责在筑城，而非铸剑。风大人，陛下若是知晓，必会采纳末将愚见。陛下新旨意到来前，风某不会改变主意。陈尚书，您德高望重，还请您劝劝风大人。李校尉所言极是。长卿啊，与其加高城墙，不如铸造兵器甲胄。老师，恕难从命。陛下要的是城，学生筑的便是城，除此之外，一概不论。哼，迂腐。哦，老师，恪尽职守，何错之有？此事今后再谈。风大人，不如先带我等到城上一观。请随我来。这上面竟如此开阔，我以为宽度至多2、3丈。长卿，长城现在有几丈宽？随地势而变，窄处4丈，宽处8丈。8丈？这是何等耗费！朝廷给你那点银子，怕是连墙基都铺不满。这绝非人力可为。正常修建当然不够，可系统的性价比超高。这只能是仙术。侯爷若见得此情此景，什么成见也都该烟消云散。定海侯是性情中人，前番争执不值一提。李校尉，此次北上，烦请转告侯爷，塞北苦寒，何不率镇北郡儿郎退守长城？今后这道铁壁便是国界，蛮族若来，也只能在此铩羽而归。侯爷，末将幸不辱命，粮草已全数压制。沿途可有蛮族袭扰？回侯爷，一路顺利。但末将此行目睹一桩惊天奇事，料想侯爷必有兴趣。何事？与长城有关。莫非是国贼封长清将永靖关也拆干净了？小侯爷只说对了一半，旧的永靖关确实片瓦无存。此僚罪该万死！
小侯爷莫急，风大人已经在原址之上重新立起一座铁壁雄关。非但如此，他更是沿着边境修建出3000里铁长城。啊！你说什么？2个月铸造3000里铁长城？荒诞！2月之功，30里土墙尚难完成，何况3000里铁壁？李东岩，你莫不是失心疯了？侯爷，李东岩妖言惑众，乱我军心，当以军法处置。 2月3000里，封长清莫非是鲁班在世，天神下凡？诸位若不信，可多找几人求证。运粮队皆是你之心腹，只怕早已上下串通，沆瀣一气。侯爷，末将愿以项上人头作保，方才所言句句属实，若有虚假，甘受军法。大军南归之日，那道横于天地之间的边塞神迹，自会为末将作证。大王，刚从俘虏口中得到一条好消息。不久前，大监派遣一位名叫封长清的官员到边塞修建长城。这算什么好消息？可那蠢材竟大肆拆毁长城，如今长城实不存一。他们居然自毁长城！怪不得镇北军一改常态，主动出击，原来是不想消息泄露。天神保佑，大钱自断臂膀，这简直是送到嘴边的肥肉。大王，机不可失啊！本王需要一支精锐小队，绕开镇北军，直抵大钱境内。若消息属实，此队人马可长驱直入，搅他个天翻地覆。到时后院起火，定海侯焉能安坐？大王英明，我们再缠入镇北军主力，让定海侯首尾难过。启禀陛下，经陈尚书详查，封长清拆毁边墙一事属实。然则，封长清又新建3000里长城，墙高2丈，宽及8丈，以铜铁浇筑，坚不可摧。哼，好一个陈乾！朕念他劳苦功高，才给他一个机会，他竟敢与封长清串通一气，欺君罔上！你们告诉朕，自古以来，有谁能在2月之内筑成3000里铁壁？陛下息怒！陈尚书奏折中提及，这封长清拥有驱使奇兽一人之能。或许……哼，荒谬！怜像是觉得朕久居深宫，便能以鬼神之说糊弄。臣不敢。陈尚书兴许是爱徒心切，一时糊涂，恳请陛下念其劳苦功高，法外开恩。陛下，陈尚书不似徇私枉法之人，此事或有隐情。臣愿亲赴边关，查明实情，以解陛下之惑。不必了，朕要亲临边塞，揭开这弥天大谎。耶律大人，翻过前面的白马坡，就是永靖关。让弟兄们准备好，今晚我们在大钱境内过夜。我们来错地方了，这还是永靖关吗？耶律大人，情报有误，这哪是拆毁，分明是筑起了一道天堑，这高度怕是有4、5丈。除非我们长出翅膀，不然没法飞越永靖关。大钱人简直疯了，居然用铜铁打造要塞。走去别处，我不信全部毒死。居然全封死了，每一处都是铜铁铸造，大钱人疯了！
这些铜铁能铸多少刀弓，断多少铁甲，他们竟拿来筑墙！如果大前人封死全部路线，我们以后还怎么南下？慌什么？3000里边境，他疯得完吗？区区5丈高墙，用飞钩云梯照样可破关。察合台派出一支精锐，已迂回至我军后方。爹，我们必须分兵回援。小侯爷稍安勿躁，此乃察合台的阳谋，欲使我军首尾难顾。可封大人早已筑起钢铁长城，察合台此计，徒增笑耳。李校尉，后方安危系于你一言之上，最好句句属实。待回师之日，若见不到钢铁长城，我定将你与封长清一并剁了喂狗。小侯爷放心，末将不可能拿项上人头开玩笑。传令，3军整备，拂晓拔营，为师大前。察合台既知长城已毁，我军北进已失去意义。陈尚书，蛮族此次南下有数百之众，我们区区数10人，如何抵挡？王县令无需多虑，我们不用跟蛮族野战，只需据守长城，便可令其铩羽而归。可下官听闻，封大人早已拆毁长城，拆了就不能重建吗？等抵达长城，你就知能否据守。好兄伟，这就是重建后的定风隘吗？难怪陈尚书志诛在我。半月未见，竟又拔高数丈，只怕已超过5丈。现在没收500门兵，再来500也无妨啊。咱们玲珑县的城墙跟这一比，简直就是土围子。早就听闻封大人施展仙法建造长城，今日一见，竟比传闻中还高大。陈尚书，这真是封大人所见？当然，你可知这墙有多长？30里。大错特错，是整整3000里。西起保家关，东至关海亭，将大前以草原彻底隔绝。从此，大前进可攻，退可守，以立于不败之地。3000里，短短数10日，竟能建成3000里铁壁，真乃神迹！困扰我朝数十载的蛮族之患，将不复存在。正是，陈尚书慧眼识珠，教导有方。封大人见此奇功，未来必能封侯拜相，彪炳史册。长清，蛮兵何在？在城墙下转了一圈就走了。他们人数不多，轻装简行，估计只是来探探路。铁长城横亘在前，即使带了攻城利器也没用。封大人，请受下官一拜。方县令，这是何意？这一拜，代边疆万千黎民谢封大人再造之恩。同为朝廷臣子，护佑疆土，庇护百姓，乃是本分，何须言谢？更何况我也没做赔本买卖。封大人居功而不自傲，真乃国士之风。只是下官有个疑问，大人如何能在短时间内建起3000里长城？莫非真会仙法？我家公子当然会仙法。汪县令，你来得不巧，若是早些日子，还能瞧见搬山卸岭的神兽呢。小鱼，别胡说八道！我说了好几遍，他们是……知道啦，他们是机关兽，不是神兽。居然还有神兽相助！你们是不是刚从大前境内出来？我们并没有进入大前，还敢狡辩！你们大前的铁长城封锁了道路，我们想进也进不去呀！还真有铁长城！快把你南下的所见所闻，一五一十的说出来。长城原来不止2丈高，而是
5丈高。李校尉，你当初可是信誓旦旦说不到2丈，是这蛮子胡言，还是你谎报军情？小侯爷明鉴，末将过永靖关时，墙体确实不足2丈。当时封大人还说要加高，只是才过去10几天呢。也就是说，短短10几日，长城拔高3丈。正是，侯爷，您现在总该相信封大人会是先法吧？5丈高的铁长城，这简直就是神迹呀！李兄，是我等目光短浅，错怪你了。封大人当真不可思议。哈哈哈哈！本侯现在恨不得插翅飞回去，一睹这旷世奇观。可恨察合台如枯骨之躯，纠缠不放。唉，还得与他周旋些时日。好，天佑大潜，降此神迹，今后边塞可享太平。壮哉！孩儿随父亲征战半生，踏遍山河，也未曾见过这等奇景。若真绵延3000里，称之为天神手笔，也绝不为过。这果然比我离开时高出不少，不过怎么感觉高度不一致啊？站在永靖关前，我们宛如蝼蚁。天下第一雄关，我敢断言，世间没有一支军队能攻破此关。快看，上面有东西！那是什么妖物？莫慌，那是封大人的铸成神兽。封长青竟能驱使神兽修成，此兽高达5丈，仅限一臂便已令人胆寒。我竟控制不住战力，纵使10面万千铁骑，也不曾有过这种近乎窒息的压迫。多谢神兽大人铸成，封大人能驱策神物，定是星君下凡，天神转世，神迹呀！3000里巍巍长城，神迹2字当之无愧。唉，回想昔日，我竟对封大人恶语相向，实在是羞愧难当。为父何尝不是目光短浅，错怪忠良。监官，我要亲自向封大人谢罪。此等神兽，当真令人心神俱颤。声如惊雷，铜皮铁骨，力撼山岳。神兽若为镇北军所用，不出3年，可荡平草原。末将认为1年足矣。也只有这等神兽，才能造就如此铁壁长城。方才经过时，可有人估算过宽度？父亲，约有7、8丈之阔。巍然屹立，厚重如山，且铜体由铜铁浇铸，浑然一体，宛若天成。其工艺精湛，远非大前匠人所能企及。侯爷，公子问你可要上城一叙？本侯正好有一肚子疑问，要向封大人请教。前些日子还骂公子国贼呢，现在改口啦？夏姑娘，以前是本侯一时糊涂，口不择言，若有冒犯之处，还望海涵。侯爷无需向我道歉，待见到公子再认错也不迟。封大人，请受徐阳一拜。当初是本侯目光短浅，错向陛下参奏忠良，如今思之，羞愧难当啊。侯爷言重了，些许误会，老师已替我向陛下澄清。幸亏陈尚书出面，不然陛下怪罪下来，本侯可就无地自容了。封大人，徐臣也来请罪。昔日我有眼无珠，竟将国之栋梁视为奸佞，百般羞辱。大丈夫立于世，有错必认，有债必偿。今日我便自斩耳光，以正己过。小侯爷，一点小误会，不必自责。多谢封大人宽宏大量。此事已了，现在谈公事。封大人为大秦铸造3000里不朽长城，全体镇北军向封大人致以最高敬意。侯爷，诸位将士，快请起！封某何德何能受此大礼？封大人，镇北军世代驻守边疆，自他们的曾祖辈起，便血染黄沙，雾霾荒野。
只为换得身后百姓世代安宁。如今已铸此铁壁，让我辈百年夙愿得见曙光。你若受不起，这天底下还有谁受得起？新任务发布，为3000里长城项目再充值3万2白银，可提升修建效率。长城建成后，高度翻倍。我操，高度还能加，只需3万两，从10丈变20丈。也罢，看在镇北军这一跪的份上，我冲！恭喜你充值成功，项目延期7天。侯爷与诸位将士请起，你们既以最高礼仪相待，我风长青也回赠镇北军一份薄礼。我决定在原有计划上为长城再增高度。公子，10丈高已经是惊世骇俗，你还要往上加？什么？风大人，你原本就打算建10丈之高？爹，他的意思是比10丈更高？风大人，10丈已是闻所未闻、古今未有的高度，你还嫌不够高？风大人，我们的敌人只是蛮族，不是洪荒巨兽啊！10丈雄关，便是天兵天将也难飞渡，何苦再耗费大量物力为长城增高？我钱都交了，你们不要也得要。大王，有2件事，耶律刚刚苏醒。另外，大前那边的暗线也送来密信。本王给耶律500精锐，如今只剩他一人苟活，真是个废物。他醒来后怎么说？他说，他们未能踏入大前半步。他还说，那长城非但未毁，反而化作一道5丈高的铁壁，横亘边境，坚不可摧。荒唐！他怕不是在给自己的无能开脱。长城5丈高，他怎么不说自己见到了天神？我看他根本未到大前边境，便仓皇返回。我也不信耶律已令遣太子南下，1、2日内必有确凿消息。那密信呢？说了什么？信中说，大前女帝半月之后将亲临边境巡视。大王，天赐良机呀！若能生擒女帝，便可逼迫大前割地称臣，纳功遂毕。传本王令，各部速速集结人马，备足箭矢甲胄，半月之后随本王南下擒龙。一路行来，属这玲珑县最为萧条。小姐，此处是抵御蛮族的第一线，蛮族铁骑南下，首当其冲，上人百姓皆不敢久留。蛮族之患困扰我朝100年，如今风长青还自毁长城。风狼本领高，2个月里造铁妖，5丈城墙碰云巧，3000里路断龙涛。铁妖，5丈城墙，3000里，这歌……小姐，歌谣颇为契合陈尚书的奏折。快叫住他们！姐姐，请你们吃糖。方才唱的是什么歌谣呀？是筑城歌。这歌谣是从何处学来的？隔壁大牛哥教的。姐姐也想学吗？筑城歌只有4句吗？还有另外4句。能不能念给我听听？大姐姐听好了。风狼垂而巧，永靖关高接云涛。女帝封赏如何好，嫁给风狼最公道。放肆！莫要惊吓孩子，童言无忌，他们只是学舌而已。你们可知这歌谣是什么意思？是
的。这风狼是谁？当然是修长城的风大人。俺爹娘刚在家里给风大人立了长生牌位，早晚3炷香，恭敬着呢。俺家也是，俺爹说，风大人给咱们造了保命的铁城墙，就该享用全县的香火。你们爹娘见过3000里长城？俺爹见过，他说那墙高的望不到顶，跟天连在一块儿。不过爹没敢靠近，说是有山一样大的神兽守着，打个喷嚏就像打雷，可吓人呢。小姐，莫非陈尚书没有胡编乱造？风长青真的修建了3000里长城？比天高的墙，山越大的神兽，你信吗？此事骇人听闻，怕是有人故弄玄虚，操纵舆情。祝成哥多半也是他的手笔。此人其心可诛。走，去会会本县的县令，朕倒要听听他的看法。汪县令既然知晓祝成哥，想必也清楚风狼是何许人，他竟敢以歌谣亵渎天威，你说朕该不该杀？陛下，万万不可呀！有何不可？风大人为我大前立下不世之功，青天之业。陛下若因一首市井童谣而诛杀功臣，恐非明君所为，必将让天下人寒心呐！哼，你倒是给朕说说，他风长青立了什么功？难道那虚无缥缈的千里长城竟是真的不成？陛下是3000里铁壁长城，更是庇护边民的大前铁腰。大前铁腰？哼，汪文琪，连你这朝廷命官也敢拿市井流言来搪塞朕？陛下明鉴，此绝非流言。朕不信，风长青才来边疆多久，怎能铸造3000里铁长城？何况朕只给他20万两白银。陛下，臣若非亲眼所见，纵有10个胆子，也不敢在御前妄言呐。陛下既然不信汪县令，也不信老臣的奏章，何不亲临边关，一辨真伪？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陛下亲临，便知那5、6丈铁壁绝非虚言。臣徐阳拜见陛下。陛下栾驾亲临，臣未能远迎。若非汪县令传讯，臣竟全然不知啊。徐爱卿，朕此来是为这北疆的黎民百姓讨一个公道。公道？陛下所指，莫非是风大人拆毁旧城一事？正是。陛下，臣有罪，臣为明察秋毫，便贸然上书弹劾忠良，险些令国之栋梁蒙受不白之冤。哎呀，陛下，若要主持公道，也应当为风大人昭雪。此话何意？难道风长青不曾毁我边墙？旧墙确实拆了，然风大人所为乃破而后立。如今3000里铁壁长城已雄居北疆，蛮族南下之路自此永绝。镇北军数代未能实现的功业，风大人凭一己之力达成。真有3000里铁长城？陛下千真万确。那童谣所言竟是真的？铁长城果真有5、6丈之高？何止5、6丈？臣数日前再度核查，其高度已逾10丈。京师皇城号称天下第一，墙高亦不过7丈，这边塞长城竟能高达10丈。陛下，臣有罪。陈尚书，你又有何罪？欺君之罪。长城已逾10丈，臣却告知陛下仅5、6丈。陛下，此事快不得陈尚书，实在是风大人快得不合常理。臣也以为至多6、7丈。能让定海侯与陈尚书接连看走眼，风长青，朕还真是小觑了你了。这便是那铁长城吗？
果然如山岳一般高。如今的永靖关，绝对是天下第一雄关。侯爷所言非虚，长青果然又加高了，但这绝非只是加高几丈。陈尚书，与上次所见相比，这墙体至少凭空拔高了10几丈。什么？拔高10几丈？啊！这已是20丈之高。本侯上次前来，尚且只有10丈，其修建之快，令人啧舌。10丈足以抵挡千军万马，封长青为何还要再垒10丈？陛下，长青曾言，蛮族可借云梯攻城，加高是为了使云梯成为无用之物。他倒是有心了。筑城歌唱得不错，3000里长城便是我大前铁腰，有了它，大前才能真正挺直腰杆，傲视蛮夷。啊，陛下怕是糊涂了，居然当众认同筑城歌，最后2句歌谣可是大不敬啊！啊，好高啊！陛下竟亲临边塞。封爱卿，你真是给了朕好大一个惊喜，不声不响便为朕为大前筑起这3000里不朽长城。臣只是谨遵陛下当日旨意。陛下曾言长城需更高更坚，不知如今的长城，陛下可否满意？朕何止是满意，封爱卿，此墙现今高几丈？不高不低，正好20丈。竟真达20丈！封大人，是唯有永靖关如此，还是？3000里长城皆以此为准，只是部分段落仍在收尾。永靖关也是今日才竣工。封爱卿，朕是蛮族来袭的号角。陛下，请速速离开边境。侯爷，陛下今日哪儿都不必去，永靖关已今非昔比。本侯一时惊慌，竟把此事忘了。封爱卿，带朕上去，朕倒要瞧瞧蛮族有没有本事撼动长城半分。五竹，让先锋部队备好云梯和冲车，等大军越过白马坡，马上攻打永靖关，立即给本王踏平永靖关。遵命，大王。好一座雄关，这高度何止5、6丈？我们的云梯够长吗？除非我们长了翅膀，不然不可能攻破永靖关。五竹，给本王滚过来！大王，这就是你说的5、6丈高？你当本王眼瞎吗？你这永靖关起码10几丈高。大王明鉴，探子与耶律回报，确实如此呀。末将也不知为何会变成这样。不迟，10几丈的城墙，本王精心打造的云梯，连它的1半都够不到。你谎报军情，延误战机，罪该万死！来人，把兀术拖下去，砍了！大王饶命！大王，阵前战将乃兵家大忌，还请饶过兀术。大王，耶律与探子众口一词，或许这城墙真是近10几日突然拔高的，10几天加高10丈，你信吗？兀术，本王给你戴罪立功的机会，你去率领冲车部，给本王撞开大门。陛下，臣看到了王旗。察合台亲自领军南下吗？看，蛮族准备用冲车撞门，快阻止他们！陛下莫急，大门十分坚实，还分为内外2道门。蛮族想用冲车撞开大门，无疑是蚍蜉撼树。那我们总要做些什么？不需要，陛下大可当成一场杂技表演。兀术将军根本撞不开，弟兄们轮番撞了几10次，那城门纹丝不动啊！
20丈高的城墙，那门怕是选铁浇筑而成。别说我们，就算天王老子来了，也休想撼动分毫。我们撤！谷主，城门未破，你竟敢擅自撤回？那永靖关大门乃是千锤百炼的金铁锁住，非是冲车所能撞开，末将无能为力呀！一群废物！大王，要不要动用那件武器？不行，不到关键时候绝不轻用。既然攻不破永靖关，我们转攻定风霭。这长城必有疏漏之处。陛下，蛮族似乎要拔营后撤。撤就撤了？朕还以为有多大的能耐，结果只是撞几下门。陛下，依臣对察合台的了解，此人绝不会轻易罢休。此时撤退，必是想要转攻他处。那该如何应对？臣有一计，可令察合台乖乖留下，只是需借陛下之名，行诱敌之策。爱卿即将安出？小鱼，把攻城队留下的东西取来。察合台，我大前女帝便在永靖关内，尔等蛮族若自诩勇武，何不破关，视擒真龙？封长清，你竟敢以陛下为饵，此乃大不敬。陶轩，无妨。封爱卿，此是何物？竟能声传数里，如同千里传音。陛下，此物名为扩音喇叭，能聚拢声音，令其传得稍远些，与那玄妙的千里传音相差甚远。长清胆大包天，幸好陛下未曾怪罪。快看，封大人此言果真奏效了。又能继续看蛮族大军表演了。不好，那是火炮，蛮族怎会有此利器？陛下所言火炮，莫非是神机营不久前研制的那秘密武器？正是，绝不可让其开火。火炮威力惊人，神机营试射时曾摧成裂石，纵是铁门也难挡住连环轰击。永靖关危在旦夕，封爱卿竟还能谈笑风生。陛下可知永靖关大门有多厚？3尺。封大人，若本侯所料不差，恐有1丈之厚。没错，内外2道城门皆是1丈厚度，仅凭3门粗烈火炮，欲破此门，无异于蚍蜉撼树。刚问世的火炮，轰个3尺的铁板都够呛的，还想破开10尺厚的大铁门？爱卿未曾见过火炮之威，何以如此笃定？陛下，即使他们能造出砖破铁甲的炮弹，也休想撼动大门分毫。永靖关大门乃是以乌合金为骨，融汇多种天地精金，韧如龙筋，硬如玄铁，其坚其固，纵使火炮再演变100年，也休想轰开大门。乌合金，这是何物？此乃臣偶得的天地奇经，陛下无需深究其妙，只需明白蛮族今日注定是徒劳无功。为防流失火炮惊了圣驾，还请随臣移步瞭望楼，静观蛮族在铁壁前撞个头破血流。真乃天助我也！大千女帝竟亲临此关，只要破开此门，擒住女帝，这一趟就没白来。傲慢的大前人，他们自以为躲在永靖关后就万无一失，竟敢以女帝为饵，殊不知我们拥有破城神器。听闻大千女帝有倾国倾城之貌，待本王擒下她，定要好好鉴赏把玩一番。开炮！
这与雷霆有何区别？区区铁门焉能阻挡？有此神器，大潜再是乘势上天，也将在炮火之下灰飞烟灭。天威，这是天威啊！这定是天神赐下的神器，蓝族必将大兴。这不可能！情况如何？大王，莫说是轰开口子，那门上连一丝痕迹都未曾留下，连凹陷的痕迹都没有，居然连神器都奈何不了永靖关。大钱究竟请了何方神圣铸造此关？大王，撤军吧，除非是天神亲临，否则休想攻破大门呐！不，女帝近在眼前，今日若退，今后再无此良机。给本王装填炮弹，准备第2轮炮击。封爱卿算无一策，任他炮火汹涌，永靖关仍是岿然不动。察合台继续炮轰，只会浪费弹药。火炮确实厉害，拥有雷霆之威。若用于寻常关隘，早已被轰开口子。若非封大人铸此铁壁，我镇北军儿郎怕小以血肉之躯硬汉雷霆之威呀！相隔如此之远，仍能感受到地动山摇，摄人心魄。幸好有永靖关庇护我等。陶侍卫，是幸好我们拥有封大人，若无封大人，自然没有铁长城，更没有坚不可摧的永靖关。就是，若没有我家公子，谁能挡得住蛮族的火炮利刃？察合台在此受挫，必会转攻他处，我等需早做防范。陛下宽心，每个关口的大门既与永靖关相同，只要将士们守好城头，蛮族便休想越雷池一步。好，大前有封爱卿，边疆可定，国运可安。爱卿立不世之功，朕必当重赏。但有所求，无不应允。陛下，此言当真？均无戏言。陛下巡边至今，可曾听闻民间的一首歌谣？女帝封赏如何好？嫁给封狼最公道。封长清，你放肆！封长清，你放肆！啊，陶侍卫，此话从何说起？那歌谣借你之名冒犯陛下，你难道不知？长清胆子真肥，居然敢打陛下的主意。封爱卿，朕念你功高，且是初犯，便不予追究。若再有下次，定不轻饶。臣只是想问陛下是否听过切草歌，不知陛下为何动怒？切草歌？正是，此歌在边民之中流传极广。边关月冷似刀，田里粮被火烧，10户9空门歪倒，刮了树皮当饭嚼。这便是切草歌。10户9空门歪倒，刮了树皮当饭嚼。蛮族每次南下，边民必要遭受无妄之灾，10室9空，绝非虚言。陛下问臣要何封赏，臣别无他求，只想替边塞万千枉死的冤魂向陛下讨一个承诺。爱卿但说无妨。陛下，臣驻长城，只能阻敌于外，但边民血仇犹在。他日若时机成熟，国力充盈，臣恳请陛下挥师北上，犁庭扫穴，以告慰万千亡魂。朕应下了，不过封赏也不能省。1个多月后是祭天大典，朕今年要在永靖关上告祭天地，届时万邦来朝，朕也会为你举行封侯仪式。在祭天大典上封侯，前所未有啊！在那之前，朕会昭告天下，
封爱卿为大前铸造3000里铁壁长城，护佑边疆万事太平。800里加急，边境快讯！异族如此匆忙，莫非蛮族提前南下了？可是蛮族南下的警讯。胡县令，不是警讯，是喜讯，天大的喜讯！从今年起，蛮族再也无法南下了。此言何意啊？大人可还记得奉旨修城的封大人吗？他在边境为我大前筑起了3000里钢铁长城。蛮族大军前几日陈兵关下，却只能望而兴叹，寸步难进。3000里铁长城，封大人才来多久，居然已筑3000里铁铸的长城？封大人莫非是天神下凡护我大前？铁壁长城高20丈，坚不可摧。从今往后，蛮族只能在塞北餐风饮露。20丈，你莫要糊弄我等！此乃陛下亲口认证。另外，为表彰封大人的功绩，陛下会在祭天大典上为封大人举行封侯仪式。我等奉命将此喜讯传遍每一州府。封大人将成为我大前开国以来最年轻的侯爷。诸位，为封长清定义封号之事商议的如何了？回禀皇叔，臣等反复斟酌，认为镇远侯最为妥帖。他若真筑起3000里铁壁，保大前边疆万事安宁，授予镇远之号，倒也实至名归。皇叔，你认为陛下诏书中所言有几分可信？您向此言何意啊？莫非认为陛下所言不实？皇叔明鉴，非止丞相，臣等心中亦是疑虑重重。封长清远赴边疆才数月，便筑起3000里长城，莫非他会些仙家手段？只怕陛下年轻，被那巧言令色之徒蒙蔽，未曾亲眼见过长城。是真是假？1月之后，祭天大典上自有分晓。若届时不见铁壁长城，故自会请陛下严惩封长清。皇叔，到时候朝中重臣与各国使节齐聚边塞，若无铁长城，蛮族铁骑骤至，我等皆成瓮中之鳖，危如累卵啊！此乃陛下之意，吾只能遵旨而行。皇叔，臣能证明陛下诏书字字确凿，绝无半字虚言。臣上说，封长清当真筑成3000里铁壁，且墙高20丈，3000里确凿无疑。至于高度，恕臣无法断言。哦，为何？只因无人知晓长清是否会心血来潮，再为长城添砖加瓦。臣初见此墙不过2丈高，再见时已逾5丈，三见之时竟高达20丈。故尚有一事不明，封长清如何在短短数月铸造3000里铁壁？长清可驱使挖掘机、起重机等异兽修建长城，皇叔不能以常理揣度。挖掘机、起重机，此等异兽声若惊雷，力撼山岳，修筑长城之快远胜常人。世间竟有此等异兽！福尹、高礼、求辞，三国使臣到。3位使臣联袂而至，可是有要事要与孤商议。外臣听闻，魏国的祭天大典将于北方边塞举行，特来向皇叔求证。确切而言，是在长城前告祭天地。长城位于边境前线，到时若碰见蛮族南下，我们岂不是有累卵之危？按常理，蛮族大军此时已然扣边，1个月后前往边塞，等同于羊入虎口。哼，那是以前，今年
蛮族绝无可能踏足大前疆土。哼，贵国边军向来抵挡不住蛮族铁骑，今年蛮族若不南下劫掠，如何过冬？我门生封长清，一沿边境筑起3000里铁壁长城，将草原通往大前的所有道路悉数封死。蛮族若还想南下，难如登天！啊，不可能！半年前我高丽国刚派人探查。派人查探贵国，莫非也觊觎我大前边疆？皇叔误会了，外臣一时口误。听闻高丽北境也有边界与草原接壤，蛮族在我大前铁壁前撞得头破血流，无处泄愤之下，贵国可要当心了。啊！你们大前人吹嘘的本事，当真令人叹服。半年修筑3000里长城，莫非那封长清是神明降世，会移山填海的神通？我知道诸位不信，但长清确有鬼神莫测之能。此次祭天大典，陛下将亲临边关，3位若心存畏惧，大可留在京师，不必随朝中大臣北上。贵国女帝敢亲涉险地，我若退缩，岂非连一介女流都不如？不错，我等正要亲眼看看这长城是否真如你们所言那般神乎其神。但愿贵国莫要让我等失望啊！若见不到3000里铁壁长城，大前必将在各国使臣面前颜面扫地。李校尉，这些百姓390口，所谓何事？禀皇叔，他们皆是边民，特来朝圣。朝圣？此地可有庙宇神佛？皇叔有所不知，在边民心中，3000里长城便是神迹，而缔造神迹的封大人便是天神下凡。如今边塞人家10户有7户为封大人立起长生牌位，晨昏3叩首，早晚1炷香，敬若神明啊！有这种事？这一路行来，驿站酒肆皆在传颂，边民争相朝拜，怕是真有那3000里铁壁长城。那是。诸位，那便是3000里铁壁长城。相隔如此之远，竟已能窥其巍峨轮廓，莫非真有20丈高？难怪蛮族无力南下，此等长城，怕是神仙也难渡。绵延千里，横绝北地，这便是国之屏障。铁笼锁江，国运永昌啊！神迹啊！我遍访列国，今日方知何谓神迹。难怪能将不可一世的蛮族挡在塞北之外。若我求此国也能筑出千里长城，又何惧周边强敌？诸位，此时远观不过是管中窥豹，待抵达永靖关下，方知何为顶天立地。好一座擎天雄关！这真是人力所能铸造，通体铜胶铁铸，浑然天成，这分明是九霄仙门降落凡尘呐！高耸入云，固若金汤，蛮族焉能不退？有此长城，大前塞北万事无忧。天神呐，求您也垂怜我求此，赐下千里铁笼吧。陛下有旨，众臣已至，吉时已到，祭天大典起。祭拜天地已毕，工部员外郎封长清上前听封。
封长清，你为大钱铸就3000里长城，立不世之功。今日正承天景命，册封你为镇远侯，擢升工部侍郎，赐丹书铁券，望卿秉此殊荣，再续伟业。新任务发布，在10天内承包新的工程项目，该项目所需工程款要大于10万两，完成后奖励1张5折券。到哪找新项目？从任务描述分析，该项目的规模必须不亚于长城。陛下，祭天大典已毕，臣有要事禀报。丞相请讲。南方800里加急，长江流域预计提前半月雨量激增4成。要命的是，乌陵峡段去年山崩，河道已淤塞近3成。去年工部不是呈报了清淤方案吗？回禀陛下，去年所清不过些许皮毛，如今水位日涨2指，比对景和3年、淳化7年的水文记录，若后2月降雨不减，滔天洪水必将席卷下游6州25县。现在抢修河道，可否来得及？陛下，可以一试，可若收效甚微，当速备赈灾粮饷，迁移100万黎民。陈尚书，抢修河道之事，便交由你全权负责。检测到全新项目昌江防洪水电站，项目难度3星，托管建造需要白银20万两，工期60天，额外缴纳20万两白银，工期缩减1半。工程项目施工计划书已发送，请查收。这座水电站若是建成，不仅能防洪，每年发电量还尤为惊人，放到现代社会，也可满足千万人的用电需求。臣且慢，陛下，臣有法子可防水患。爱卿快讲。臣请于长江上游乌陵峡险要之处筑坝成湖。此时筑坝缓不济急，何况长江汹涌，水坝难立。封侍郎啊，陛下所言非虚，前人也曾于长江上游筑坝，然水势无常，终成报应。若陛下拨款40万白银，臣可在洪灾降临之前，让大坝拔地而起。洪灾之前，你是说2月之内？正是，臣愿意立军令状。陛下，臣认为不可。若封侍郎筑坝失败，40万白银付诸东流，这些皆是赈灾救命的钱粮啊！陛下，丞相所言乃是老成持重之策。封爱卿，朕再信你一次，望你再为大钱缔造出一个奇迹。公子，我们日夜兼程，从塞北至此，也用时20日。陛下只给2月之期，如今仅剩40日，来得及筑坝吗？何须40天，1月足矣。居然只需1月！地形扫描完毕，项目昌江防洪水电站将在本地时间20点整开工。天色已晚，我们先回去歇息。虽然我只给系统20万白银，但使用了5折券，相当于上缴40万白银，工期正好压缩至1个月。哎呀，铜皮铁骨，吼声如雷，这些野兽究竟来自何方？今早险些被他们吓破了胆。各位军爷，这些巨兽是何物啊？怎会一夜之间冒出数百？诸位乡亲莫慌，此乃镇远侯座下神兽，奉命到此，是为了锁住长江，筑坝安民。镇远侯？嘿，军爷，可是那位修筑3000里铁长城的侯爷啊！正是。这传闻竟然是真的，这镇远侯真有驱策神兽之能。
俺们这些糙汉子竟也有福气得见仙家手段。镇元侯必是贤人，竟有数百神兽受他驱使。侯爷，神兽是否在挖掘水道，形成引河？正是，待到两岸引河成型，便可将水势一分为三，其后在江中筑起围堰，圈出一方无水之地，再于其中铸造大坝之基。侯爷想在这奔流不息的长江之中，硬生生圈出一块干地，这古今未有啊！前人筑坝多是在枯水期行筑墙之事，侯爷却反其道而行。我也想在枯水期筑坝，但洪灾将至，时不我待。公子，长江波涛汹涌，能围得住吗？若不尝试，怎知降不住这条长江恶龙？引河已成，水势三分，下一步便是架桥造围堰。侯爷3日开凿2条引河，真乃神速啊！但想在怒涛之中圈出干地，无异于水中捞月，难如登天呐！李校尉莫急，降龙也需一步步来。我才离去几个时辰，这2座铁桥是何时飞架于江上啊？李校尉，是那些神兽，他们运来无数铁箱，顷刻间便拼接成了这通天之桥。也是，一想到侯爷2月就筑3千里铁壁，眼前这2座桥反倒显得寻常了。很好，江中围堰已成。公子当真在江心造出了一片湖，只是这湖中之水又该如何排空？山人自有妙计。侯爷，您竟然锁住了长江这条恶龙，古之未有啊！侯爷不愧是贤人下凡，短短3日居然能降服长江水势。那些神兽夜以继日的修建围堰，今日终于得见成果。侯爷，围堰虽成，但其中仍有江水，又该如何铸造大坝之基呀？将水抽干不就行了？抽干？莫非侯爷还会袖里乾坤、移山倒海的大神通？何须仙法，用抽水机便可。抽水机？又是机关兽吗？侯爷真乃夺天地之造化，竟能让江水倒悬，凭空而现。这机关兽竟能遇水？天神在上，侯爷居然会控水之术！镇元侯，莫非是龙王转世，可控天下江河？龙王爷显灵了！侯爷，若是有千千万万台这等抽水神兽日夜不息，可否将这长江之水尽数抽干呢？李校尉，莫要异想天开，长江之水奔流不息，纵使有1000万抽水机，也难抽干。是末将无知，让侯爷见笑了。素闻长江水深难测，今日得见真容，方知竟有20丈之深，真乃乾隆之冤呐！公子，如今水已干涸，是否可以开始修筑大坝？为时尚早，围堰需加固修整，河床需掘至岩基，更要探明并疏导地下暗流。公子，你莫要再念这些天书了，小鱼半个字也听不懂。末将也只能听懂10之1、2。总而言之，此乃100年根基，若有一丝疏漏，他日洪水滔天之际，便是坝毁人亡之时。此工程关乎百万民生，一步也错不得。侯爷，末将不通水利，但想问一句：此坝若成，真能挡住此次水灾？李校尉，可知本侯筑此坝，意在防范何等洪峰？可是如景和3年、淳华7年的特大洪灾，那只是数10年一遇的洪灾。难道公子是冲着100年洪灾而去？此坝若成，1000年洪灾也可挡下。自他屹立之日起，长江下游永绝水患。这1000年，侯爷是说能抵御1000年不遇的洪水？
之于南方百姓，如同长城之于北境边民。北筑铁壁以拒蛮人，南立大坝以泽汤生。此坝若成，侯爷必能封王啊！皇叔，臣上书，外面疯狂宇宙太过凶险，请回舱内啊！皇叔，快随臣回船舱。好，公这就回去。小心，前方有山，避让，快避让！胡说，此段水道向来畅通无阻，怎会有山？快调转方向！快，左满舵，避开前方山体。皇叔，可曾受伤？那是什么？这莫非就是长青所筑大坝？此乃长江何处？可是到了乌灵峡地界？回皇叔，江面雾气太重，小人仅能凭感觉，此地貌似与乌灵峡有几分相似。绝不可能是乌灵峡，此段江面远比乌灵峡的水道宽阔，左右也瞧不见江岸。小人怀疑什么？但讲无妨。哎呀，小人曾闻江上传说，大雾弥天之时，行船容易误入鬼域。皇叔，请看前方这遮天蔽日之墙，或是那鬼域屏障。休要胡言，即刻驾船沿着这墙体航行。本官倒要看看这墙究竟是何物。长江之深向来难测，若此物乃长青所筑大坝，其水下根基不知几丈，仅水面上肉眼可见之处便不下20余丈。若此物真是镇远侯所筑水坝，其水上之渠数丈足矣，何必多筑10余丈？臣或可猜到其用意。哦，是何用意？当初修建长城，5丈已堪称天堑，他却执意加高至云梯难及之处。如今筑坝，其心思只怕如出一辙，料敌从宽，欲栽于未然。一切只是猜测，此物未必是水坝。再来，镇远侯动工不过半月，眼前这横断江流的仙家屏障，旬月之间，岂能造出？皇叔明鉴，凡间绝无可能铸此神物，必是鬼域屏障无疑啊！这边有动静，那必是传说中的鬼船。听这声音，只怕是幽冥蛟龙所化。难道我们真误入了鬼域？陈尚书，这皇叔莫慌，未必是鬼船，竟是一条铁甲舰，无帆无桨，却能破浪而行。铁甲巨舰竟能在水上行舟，铜皮铁骨，不借锋利，它只能是鬼船了。我就知道，寻常船只岂能如此？我们定是入了鬼域。都起来，此非鬼船。皇叔，铁船后称与长青在边塞驱使的机关兽如出一辙。机关兽？前方可是皇叔与陈尚书。正是我等。诸位，铁船之上乃是镇北军李校尉，也是镇远侯的侍卫。我们没有闯入鬼域，此非鬼域屏障，而是镇远侯为我大遣，在长江之上筑起的镇江神碑。皇叔，陈尚书，您二位怎会从上游而来啊？哎呀，此事说来话长。自陛下委派长青筑坝后，老夫便与皇叔亲赴上游勘察水情。
连日暴雨，水势汹涌，我等顺流而下，谁曾想竟一头撞上此坝。原来如此，大坝昨日方合龙所将，您二位便到了。方才侯爷听闻撞击巨响，特命末将前来探查。李校尉啊，此间莫非通体皆由精铁所铸？回皇叔，末将也曾问过，侯爷言道，10之8九皆是精铁。既为铜铁，为何能浮于江面？难道镇元侯会化铁为墨的仙术？此中道理精深，末将愚钝，未能尽解。不过侯爷曾以铁球、铁碗为例，向末将解释，同等重量的铁球与铁碗置于水中，铁球必沉，铁碗却会漂浮。妙呀！如此浅显之理，我往日竟未深思。侯爷称万物皆有密度，凡平均密度低于水者，便可上浮。铁球大于水，故而沉底；铁碗中空，小于水，故而悬浮。平均密度，陈尚书，你这学生当真是窥见了天地之理。李校尉，孤还有疑问：此船无帆无桨，又如何能在这湍流之中进退自如？侯爷说，是靠船上的发动机。这发动机又是何物？是某种机关兽，能以毅力驱动巨轮，如同牛马拉车。此船名为挖泥船，可轻于绝石。此前吴陵峡河道淤塞，便由他们疏通。不愧是常青，路上有挖掘机、起重机等机关兽，到江中又有挖泥船助力，好快的船，在这怒涛之中就能稳如泰山。李校尉，此坝有多长？约5里。什么？竟有5里长？若孤没记错，吴陵峡江面仅为3里阔。原是3里，但侯爷为在江心圈出干地筑坝，特于两岸另辟引河分流，待主坝修成，再向两侧引河延伸坝身，故而总长增至5里。他竟还将河道拓宽了，难怪船夫认定此地非吴陵峡，原来是常青改了山河旧貌。李校尉，那此坝究竟高几丈？水上部分20余丈，水下根基深扎30丈，总高50余丈。这若在陆地，此坝已是直冲云霄。什么？素闻长江水深，却不知竟有30丈之深。陈尚书误会了，长江原深20丈，是侯爷筑坝之后，水深才增至30丈。莫非常青又往下掘了10丈？乃是于两岸增筑副坝，与江心主坝相连，形同巨人合抱，将吴陵峡入口牢牢锁住。蓄水倍增，江面自然抬升10丈。竟是堤坝抬江，居然把江面抬高10丈，怪不得行船时觉得江水平缓了些许。这江水若再往上涨，岂不是能淹没吴陵峡？若再逢连日暴雨，积水滔天，一旦冲垮此坝，那将是灭世之灾呀！皇叔万无忧虑，末将敢以性命担保，此坝坚不可摧。侯爷有言，纵使千年不遇的洪荒，亦难撼此坝分毫。千年洪灾亦不能摧，常青是否有吹嘘之嫌？陛下之命的防范金岁之灾，他竟筑起可镇守千年洪灾的天坝。若此坝真能镇住千年洪水，下游万千黎民必将感恩戴德呀！侯爷北拒蛮人，南定昌江，功德无量啊！是孤眼花了吗？前方怎会有一轮旭日升起？日升东方，铁船并非向东而行，彼处何来旭日？这大雨滂沱的天象，怎会见得日光？不对，那光聚集成束，绝非天日。诸位，那并非旭日。不是旭日，这世间还有什么东西能绽放万丈明光？
此物名为电灯，其效与烛火相仿，但烛火燃指发光，此灯却以电生光，其会远胜烛火千倍万倍。以电生光，这世间竟有此等奇物！电灯，李校尉，你言下之意，莫非长青亦能驾驭雷霆？不错，点亮着神灯之光，正是来自那九霄云外的浩荡天雷。长青还能引来9天雷霆？雷霆之威湮灭万物，镇元豪竟能驯服天雷，化为己用。侯爷必是雷部正神下界。不能镇昌江，又能御神雷，侯爷必是龙王爷转世啊！光耀果真堪比日辉，却无烈日之灼。此光之盛，煌煌如柱，远非萤火烛光所能及。他竟如活物般，可以自如摇头。此物立于大坝之上，恰如大日凌空。此刻上是白昼，其辉位至极致。若待夜幕降临，此灯方显真容。数里之外，光耀依旧，宛若星辰呐。此话当真？待到今夜，陈尚书自可一观，届时不止这一盏灯发光。你是说这大坝之上遍布此等神灯？皇叔，入夜之后，您便会知晓何为灯火通明，夜如白昼。夜如白昼？仅限于大坝之内。此坝擎天震海，世间罕见。立足于此，仿佛置身山岳之巅，长江尽收眼底。原来江龙已被镇压，在船上尚未察觉，登临此坝，方知他永世不得翻身。此情此景，实乃天地间一大奇观，神迹呀！诸位，请随我去主坝一观，那边更震人心魄。诸位，请观下游。一高一低竟相差10丈之多，此坝真乃神迹。李校尉，这两侧水面落差多少？眼下落差约16、17丈。侯爷有言，待大坝彻底筑成，可将此落差提升至30丈。30丈，这岂不是要将整条长江拦腰斩断？长江这条恶龙肆虐1000年，先耗尽心血，亦难驯服。今日终见锁龙之悲。侯爷真乃再世龙神，长江再桀骜，也难逃侯爷手心。李校尉，此坝截断江流，往后南北舟船该如何通行啊？我也正有此疑问。这末将未曾问过侯爷。诸位，我来帮你们解疑吧。诸位请看，那边设有一条通行水道，可以舟船至升降机。此物拥有1000钧之力，舟行其上，如乘云海浮台，上下无阻。升降之物孤也曾见过，但能托举舟船之物，闻所未闻。长青，此升降机莫非也是依靠绳索滑轮之力？老师，寻常绳索滑轮焉能承载1000钧之舟？此升降机有擎天之力，可托举世间万舸。诸位，请随我来一观便知。这是什么宝物？为何能将万里河山纳于方寸之间？这莫非是湖中日月、秀丽乾坤的无上仙法？你将整条长江都收进了琉璃之中。侯爷神通广大，竟能收山河入境。快看，我们的官船也在那宝镜之中。你们都错啦！我家公子未曾施展过仙术。若非秀丽乾坤，又如何做到？这叫天眼系统，
水坝各处要害都曾布下天眼，他们所见之景皆会传回到琉璃瓶之上。天眼，纵然不是修理乾坤，也乃一大神迹。待诸位来此，乃是为了一观升降机之象。此物真有千钧神力，那铁船重若山岳，竟被他轻易抬升而起。今日当真大开眼界，有此神物，舟楫往来确实如履平地。若从上游去往下游，也可乘坐升降机吗？侯爷，小人佩服。用此法可管控往来舟船，朝廷若在此坝设卡，这主意不错。我定向陛下奏明。皇叔，老师，一路风雨，衣衫尽湿，我先带二位去换一身干净衣物，稍作休整。此物格局清雅，陈设别致，竟不逊于孤王的王府暖阁。皇叔，王府定不如此处。我敢断言，纵使陛下驾临，亦是乐不思归。此榻竟如此软绵，其暗藏韧劲。此物名为弹簧床垫，表面柔韧，富有弹性。皇叔不妨坐下一试。这竟比孤的鹅鱼软榻舒适千百倍。哦，竟有此事！果真如坐云端，飘然欲仙。若能在此安寝，何愁不能酣然入梦啊！皇叔，臣上书，此间妙处远不止一榻，容我为二位介绍一二。此物名为花洒，可随心喷洒冷热净水，以供洗浴。这竟真能凭空生水，清澈冰凉，不见杂质。花洒，此物之水源于何处？此水皆取自昌江，通过管道输送至此，看似清澈，实际历经沉淀过滤，去无存精。这是恶水！即使拨动小巧机关，冷水竟然能顷刻化为热水。莫非管道也接通温泉？附近并无温泉，冷水通过此物，方可瞬息加热。区区一方铁匣，竟有顷刻沸水之能。此物周身不见心火，如何能注水？此乃电热水器，以电生热。又是雷电！长卿，李校尉称你能驾驭9天雷霆，可有此事？此电非云上雷霆，而是源于这一坝一江，水亦可生电。水可生电？爽！陈尚书，感觉如何？前所未有之舒坦，周身疲乏一扫而空。是啊，尤其是那浴缸，浸泡期间热流环绕，胜似温泉。最后卧于那云团软榻之上，几乎顷刻入梦。那马桶也是奇物，洁白如玉，光可见人，总有浊秽入内，亦在顷刻间消失无踪。此间种种令人惊喜，故已拟好奏章，将前快马回京，上报今日见闻。今日细观此罢，方知何谓鬼斧神工，横扫大江，何其壮观！天色已晚，我等还是先回去歇息吧。陈尚书这般急切，莫非是挂念那云团软榻，想早早梦游太虚？这是回皇叔，此乃大坝的照明系统。侯爷有言，坝上布有白盏电灯，如万千星辰，入夜自明，真乃奇观。恰如李校尉奸臣所言，灯火通明，夜如白昼。灯光辉映，江流尽成碎金，此景恐从天上来呀！此灯真乃神物，若我大前遍地皆是此物，岂不是永无长夜？陛下，察合台再度遣使，愿以5000匹战马换取过冬粮食。此事朕绝不同意。蛮族今岁无法南下劫掠，部落存粮告急，才以此计苟延。
若与其交易，使其休养生息，来年养足战马，边塞仍存隐患。陛下，朕意已决，不必在意。陛下，南方800里加急！快念！臣江汉巡抚周义胜谨奏：南方雨势未休，连绵旬月，然昌江水势不涨反落，日渐平缓，洪患竟莫名消弭。此事有违常理，臣百思不得其解，故而上报。南方水患已解，莫非是镇远侯已筑成大坝？陛下，臣不以为然。朱远侯筑坝至今不过1月，纵有通天之能，亦难完工。窃以为此乃陛下圣德感天，故得上苍垂怜，使洪灾自退。林相所言极是。定是陛下圣德隔天，故使河伯孝顺，水神敛为，实乃天有大钱呐！陛下，皇叔奏报。呈上来。好一个镇远侯，不愧为朕之肱骨，短短1月，竟于昌江之上为朕立起镇江神碑，锁住洪灾。此事竟是镇远侯所为。此等神迹不容错过，速备车驾，朕要亲临昌江，一睹为快。臣江汉巡抚周义胜恭迎圣驾。周亲平身。陛下亲率文武大臣亲临江汉，臣诚惶诚恐。如今昌江水势稍缓，然因雨未绝，臣恐生反复。陛下万金之躯，此时亲至，实如临深履薄啊！因为朕知道江汉不可能发生洪灾。陛下是因臣的奏报，方如此笃定。周亲可知，在你之后还有谁送来奏章？臣不知。是皇叔，他此刻正坐镇于乌灵峡。皇叔此刻在上游勘察水情吗？1个多月前，朕曾命皇叔前往上游勘察。周卿，你可知昌江为何一反常态？大雨连绵，却水患不兴。臣惭愧，至今百思不得其解。周大人，你可曾派人溯流而上，直抵乌灵峡？数日前已差人前往，但至今未归。昌江反常之因，正是在乌灵峡地界。莫非乌灵峡坍塌，堵住了昌江？是镇远侯，他于乌灵峡筑起一座擎天大坝，将整条昌江之水牢牢锁在上游。锁江？臣虽听闻镇远侯奉旨筑坝，可这才2月光景，他竟已攻城。巡抚，侯爷当年修筑3000里边墙，也不过2月，如今筑此一坝，有何奇怪？在陆地筑城与在江心立坝，即可同日而语。昌江奔腾，怒涛如雷，近日更是大雨倾盆，水势倍增。要在昌江筑坝，须有挽天河、镇蛟龙之力。朕也知其中艰难，然皇叔奏章明言，大坝已成，蓄水之深已达30余丈。30丈？若果真如此，那坝体该是何等巍峨参天！原来传闻并非虚假，镇远侯真在昌江上游筑下神迹，我还倒是市井流言。若大坝属实，那洪灾消退之谜迎刃而解，定是侯爷镇住了江涛啊！侯爷真乃国之柱石，竟能锁住这滔滔江水。陛下此行可是要亲赴乌灵峡？正是。臣恳请半驾同行。陛下既言大坝已成，臣身为江汉巡抚，职责所在，必当亲眼见证，以恩民心。陛下，我们到了。这还真是擎天之柱，镇江之碑。侯爷果真有偷天换日之能，竟在昌江之上再造神迹。此坝可锁昌江，从今往后，我江汉百姓可免受洪涛之苦。冯长清，你贵为侯爷，而今
有立此奇功，足以封王。困扰历代献王的长江水患，莫非要成为历史？镇远侯又立下奇功，此功不比铸造长城逊色，却不知陛下该如何封赏。我就知道，若留在大前，定能亲眼见证又一神迹降临。这真是一跃之功，此坝竟比那铁壁长城还要高出10余丈。此坝最高，但我观此江水平缓，并无传闻凶险。修此巨坝，未免有些大材小用，劳民伤财。陛下，大事不好，大坝决口了，快移驾高处。陛下，冯长清真乃国贼，此坝粗制滥造，如今被江水冲垮，下游百姓恐遭灭顶之灾呀！哎呀，快走！再迟疑片刻，我等皆要葬身鱼腹啊！完了，下游百姓撤离不及，必是死伤无数。镇远侯误国误民呐！妙极，大坝居然塌了，看这大钱如何收场？镇远侯能筑长城，却无法驯服长江，强行镇压只会遭江水反噬。快跑！洪水将至，你们为何不逃？陛下勿扰，诸位同僚不必惊慌，此非大坝坍塌，乃是正常泄洪，以此调控上游水量。皇叔，你确定此非江涛毁坝之象？陛下放心，此等景象近日已反复数次，臣早已司空见惯了。陛下，请看这些百姓，他们为何安然不动？正因为他们知晓大坝安稳无忧啊！百姓处之泰然，看来皇叔所言非虚。居然只是泄洪，可惜未能见到好戏上演。既是泄水导洪，水流何必冲天而起？镇远侯曾言，此坝上游蓄水40丈，与下游落差悬殊，若以长法泄水，急流如斧，恐伤及大坝根基。此法虽声势浩大，却能化险为夷。此言确实有道理。等等，皇叔奏章中提及蓄水，分明为30丈，此刻为何变成40丈？皆因今日于事不决，上游积水已悄然涨了10丈。40丈，若此坝有失，那滔天洪水。周大人所言极是，此坝一旦溃决，莫说江汉，这临近州府皆成汪洋，无人可免。此坝虽然能挡住今岁洪灾，却也如悬顶之剑啊！稍有不慎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如此说来，见此大坝岂非福祸相依？侯爷今时动工，他日若大坝被毁，放肆！胆敢在此妄言，动摇人心！待诸位见识大坝之间，自知方才所言是多么可笑。皇叔，前头带路，朕要亲眼看看这镇江神碑究竟是何模样。好一副奇景，此坝竟如天神臂膀，将长江揽入怀中。未登上此坝，只知其雄伟；身临其上，方知己身如尘埃渺小。好似顷刻间被这浩瀚江水吞没。朕乃天下第一奇观，浑然一体，固若金汤。皇叔所言不虚，长江之水绝难撼动此坝。这长江若是恶龙，此坝便是斩龙台。天神在上，此生竟能见此神迹。原来是我小觑了长江，如此狂涛竟被镇远侯降服，莫非有河神助他一臂之力？大坝上下落差20余丈，镇远侯当真好本事！陛下，侯爷筑此大坝，不止抵御今岁洪灾，纵是千年不遇的滔天洪水，亦难撼动分毫。此坝能抵挡千年洪灾？若真能震锁千年洪灾，
子霸当得起镇江杯锁龙柱之名。百年洪灾已是灭顶之祸，千年洪灾恐能灭世。若连此等天威都能抵御，此霸莫非坚不可摧？侯爷未曾见过千年洪灾，为何能笃定？侯爷或许想安民心，稍作夸大。以下观看，能抵御百年洪灾，已是旷世之功。若镇远侯生于浮隐，为海岸助此神霸，何惧那滔天海啸？此人不除，我高丽国永无出头之日。我求子若有此霸，何至连年饱受洪涝之苦？陛下，此霸之妙不止于防洪蓄水，还有何用？可借这滔滔江水化生雷霆之力。借水生电？莫非此霸能引来9天雷霆？此电非避雷，虽同具为能，触之即伤。但此电受侯爷驾驭，可如流水般导入器物。譬如那电灯，汲取电力，可绽放光芒。镇远侯竟能驾驭雷霆，这……皇叔，此事过于玄奇，请恕下官难以置信。雷霆乃天威，凡居触之即焚，偏神亦畏惧其威。皇叔称其可控，实在匪夷所思。水能生电，这电灯又是何物啊？哼，大前人惯会吹嘘，如今连驾驭雷霆都敢夸口。皇叔殿下空口无凭，何不请镇远侯现身演示一番？我知道你们不信，诸位且看彼处灯光。此光皎洁，远胜烛火100倍。无火自明，真乃神物。莫非此物乃电灯？正是。此物虽奇，可皇叔如何佐证此光源与侯爷所控之电？是啊，外臣可未见半点雷霆踪影。二位使臣若想亲身体验，倒也简单。只是这雷霆之力刚猛无丑，稍有不慎，恐伤及二位贵体。却不知二位可敢一试？有何不敢？来人，向侯爷借一电棍，让二位使臣亲身感受一番何谓雷霆之力。臣参见陛下。爱卿平身。听闻有人想领略雷霆之威，二位使臣当真要试着电棍之威？咱们有言在先，若稍后有什么闪失，可不要怪我。虚张声势，一根破棍也配冠以雷电之名？侯爷真当自己是执掌雷霆的天神不成？好，既然二位无所畏惧，那么谁先一试？我先来。侯爷，且慢！且慢个锤子！施我一电！爱卿竟真能驾驭雷霆，此神物居然蕴含雷霆，虽无9天雷霆之威，却也是神乎其技。这一击之下，敷衍使臣焉能活命？若我军将士持此神兵，横扫战场，指日可待。莫非此霸真能生电？此神物不到半臂长，竟藏有天威！诸位，此刻可否还质疑过？高丽使臣，轮到你了。侯爷，外臣认输。哦，方才不是说我虚张声势吗？侯爷，饶命！迟了，你也吃我一电！
求此使臣可要一同品鉴？不，外臣心服口服。陛下，镇远侯杀害2位使臣，闯下大祸，复迎高丽，岂能甘休？林相多虑了，电棍之威，只伤不杀，他们片刻即醒。何况是2位使臣执意要事，众人皆可为证。林相此言，莫非是要颠倒是非？未死，这不可能！雷霆之力，处之即死。林相若是不信，亲自一试，可知真假。侯爷，我信。诸位今日舟车劳顿，且请先行歇息，稍后本侯略备薄宴，为陛下与诸位接风洗尘。果真如坠云团，温软异常。朕往日所握之龙榻，与其相比，恰如顽石比美玉。此物竟如此销魂蚀骨，回京之时，定要向封爱卿讨要一张。此坝之内竟处处暗藏玄机，区区一个小机关，竟能掌控电灯之明暗，竟以上好陶瓷铸造便器，当真奢华。洁白如玉，不染纤尘，也无半分晦气。果真如皇叔所言，只需轻轻按压，可冲走污秽之物。这积水竟清澈圣泉，比饮用之水还要干净。水温恰到好处，小小铁匣竟能化寒为暖。皇叔称此物亦靠电力驱动，这电力可放光华，可沸冷水，真乃妙用无穷。此等神技之所，若能由我执掌，封爱卿，此间一桌一椅，皆别具匠心，美轮美奂，朕前所未见。陛下过誉了。修建大坝时，系统自动配好内外设施，包括桌椅也是配套的。唉，陛下为何叹息？诸位爱卿，今日朕浅尝辄止，竟以乐不思归，甚至心血来潮，都想迁都到此。陛下，迁都之事关乎国本，万万不可儿戏。皇叔所言极是，不过陛下，臣倒有一法，此坝虽不可移，但可命镇远侯在京师左近，防此神迹，再筑一新坝。如此，岂不是两全其美乎？封爱卿，你认为如何？陛下，此事恕难从命。大胆镇远侯，你是要抗旨不遵吗？丞相稍安，封爱卿既出此言，必有深意，且容他奏明。陛下明鉴，京师之地水势平缓，水源堪堪，满足万民日用。若臣强行筑坝，恐截断水源，致使京城干涸，民生凋敝。因小失大，故臣不敢为之。爱卿思虑周详，是朕一时忘形了。待臣日后返京，亦细细勘察周边水脉，再为陛下谋划万全之策。善，依卿所言，趁此次回京，想向爱卿讨一张云团软榻，不知爱卿可否割爱？陛下开口，臣自当奉上。侯爷，孤皇叔也有一张。诸位大人，美味在前，岂可辜负？请。公主，你怎么来了？给你带了最爱吃的烤鸡腿，火候正好。多谢公子。
有意思，林相称病早退，原来是回房中私会外使。公子，准没好事。可惜房中没有监控。公子，要不要禀报陛下？当然。此镜竟能缩地成寸，那远景于方寸之间。莫非是袖里乾坤之术？小鱼为陛下解惑。陛下，此乃天眼系统，水坝各处要害都曾布下天眼，他们所见之景皆会传回这琉璃瓶之上。此间竟有此等神物。陛下，天眼之妙容后在意，臣急请圣驾，只因目睹3位使臣潜入林相房中，至今未出。林相也在房中。正是。他们鬼鬼祟祟，定有密谋。夏姑娘，诬告朝廷重臣，你可知是何等大罪？陛下稍安勿躁，请看回放。陛下，现在是否证据确凿？方才那是……正是臣欲禀报之事。你竟能令时光倒流，重现过往。侯爷，这是什么仙法？公子，他们明明进去了，怎么又重演一遍？此非逆转光阴，而是好比在纸上刻字，时过境迁，字迹犹存，却非当下所写。此瓶中景象亦是如此，乃是记录过往之事，方才重现而已。原来如此。林相终究是朝廷重臣，仅凭私下接见外使，还不足以定其罪。派人盯紧林相，一有异动，即刻来报。连日暴雨，江面距坝顶已不足2丈，朕心难安啊！今虽于世之盟，远超景和3年与淳化7年，若无此坝，恐已酿成100年不遇的苍生劫难。幸亏有神坝镇江，否则6州25县皆成泽国。陛下请看，上有怒涛翻涌，下有水波不兴，上下相差20余丈，旷世奇观啊！陛下，君子不立危墙之下，此坝虽固，然天危难测，为江山社稷计，恳请陛下即刻起驾回銮。暴雨阻路，行程艰难，不如暂留坝上。陛下，臣父以林相之言，请陛下以龙体为重。臣万死恳请陛下移驾，陛下若有半分差池，臣等万死难辞其咎。恳请陛下移驾。风爱卿，你认为朕该走吗？此坝坚不可摧，陛下为何要走？镇远侯，休要狂妄误国！眼下水势滔天，你敢担保此坝万无一失？林相，我筑此坝，为的是防范千年洪灾。眼下这点风浪，不过蚍蜉撼树。你难道看不到江水即将漫顶而过？哼，林相信不信？即便大雨再下10日，江水也休想漫过坝顶1分1毫。陛下，此坝比江汉任何地方都安全。够了！朕相信镇远侯。水位距坝顶已不足1丈。陛下，此刻移驾还来得及。陛下，林相亦是心系社稷，臣虽深信侯爷，但天危难测呀。洪水压境，又能气定神闲，真乃大将风范。此景，犹如长青于长城之上，面对万炮齐鸣，仍能谈笑风生啊！镇远侯在洪涛前安之若素，朕又岂能先露怯色？去，为朕准备好新鲜食材，朕
今日要与风爱卿共享这风雨中的繁殖之乐。这场雨终于停了。陛下，雨过天晴，红光乍现，此乃吉兆啊！陛下，按时节推算，长江雨季却已将近尾声。此霸傲立洪涛，坚不可摧，不负镇江神杯之名。陛下当日圣断，决意留下，实是英明无比。若非风爱卿泰然自若，朕又岂能安坐？镇远侯再立不世奇功，不知陛下此番当如何封赏？朕尚未思量妥当。风爱卿屡建奇功，力霸之功不亚于铸造长城。如今天下唯我大前坐拥2大旷世神迹。女帝陛下，若论神迹，我福营观星阁方可称冠绝天下。长城于此霸虽堪称雄伟，却远不及观星阁。福营使臣安敢在御前口出狂言？哼，观星阁，我为何从未听过？莫非是大使信口杜撰？福营国确有观星阁，去年外臣去过福营，当时惊为天人。外臣也早闻观星阁盛名，传闻此阁建于千丈山巅，一间身手可摘星辰。侯爷若是不信，可去福营一观，外臣相信侯爷必会被观星阁折服。跟我玩请君入瓮，我若前往，必是九死一生；若是不去，他又可肆意宣扬，辱我国威。检测到全新项目珠山观星阁，项目难度7星，托管建造需要白银100万两，工期100天。该项目为奇观，首次修建奇观只需1折。奇观打1折也就10万两白银。工程项目施工计划书已发送，请查收。我操，难怪敢称奇观。这第1阶段竟要给珠山安装电梯。珠山乃大前第1峰，高度近9000米，想给此山装电梯，难如登天啊！侯爷可敢随外臣前往福营，一睹真正的神迹？风爱卿，福营使者信口雌黄，你无需前往岛国。陛下，侯爷若不去福营一观此阁，如何令天下人信服？何不辛苦侯爷走这一遭，一验真假？林相你，此僚竟要行借刀杀人之计。大使，你口口声声的观星阁建在哪座山？此山又高几丈？乃我福营圣山雀伏山，山高1500丈，阁高10丈，立于绝顶。入夜时分，百颗夜明珠光华璀璨，堪称人间仙境。一派胡言！福营何德何能，可建此天宫楼阁？观星阁乃福营天神赐下之物。行，本侯认可你的说辞。侯爷，你可是承认长城与大坝不如我福营观星阁了？区区奇观，安敢与长城大坝相提并论？既然要比奇观，本侯便建一座奇观，以100日为限。本侯会在珠山之巅，为我大前筑一座真正的观星阁。在珠山之巅？镇远侯，莫要冲动，珠山乃天堑，自古无人能登顶。是啊，山高万仞，风雪肆虐，纵是修成，凡人又如何登临绝顶？长青，莫要中了奸人圈套。镇远侯，筑长城以御外患，修大坝以安黎民，皆为国之基石。若为一时意气，空耗国帑，修建这无用奇观，与佞臣何异？丞相所言极是，意气之争，却非智者所为。此乃本侯与福营之争，一应耗费，不取朝廷分文。上次修建大坝剩余20万两，不用朝廷给钱，也能修观星阁。可观星阁修成后，也无人能登顶珠山。陛下放心，臣自有法子，请诸位共
共临绝顶，手摘星辰。共临绝顶，手摘星辰，亘古无人达成的壮举，侯爷竟胸有成竹。这莫非要给我等插上羽翼？纵有羽翼，也难越诸山。镇元侯，此事关乎大前颜面，切莫妄语。100日之后，可知真假？爱卿，何必与福音使者争一时一起？那珠峰绝顶，飞鸟绝迹，乃凡人难及之地。陛下放心，臣既然有言在先，自有10分把握。100日之后，恰逢陛下万寿节，那观星阁全当是臣献给陛下的贺礼。你执意修建观星阁，竟是为了朕？不全是，臣也想替大前争口气。竟拿一座山巅星阁作为贺礼，若世间有男子为我如此，我必为之倾倒。此地距昌江水电站30里，需要先建储电站，再铺设电网，方能支撑山中电梯运行。这山高得吓人，公子，我们真要上去吗？侯爷，是否需备足登山器械与御寒衣物？此山凡人难攀呢。谁说修建观星阁定要攀山越岭？地形扫描完毕，项目珠山观星阁将在本地时间14点整开工。啊，既要在山巅修建，不上山又如何修建？从此处开始。侯爷，眼前唯有峭壁千仞，与观星阁有何关联？关联甚大，本侯要由此向内凿穿山腹，在这珠山中心修建一条直通云霄的天梯。凿穿山腹，修一条登天之路。公子，这怎么可能？山石坚于经天，侯爷想用什么方法开凿？依末将看，不如移山脊开辟栈道。本侯所修不是攀爬之梯，而是自行升降的天梯。一旦建成，登临绝顶，不费吹灰之力。天梯？若此物果真建成，岂不是耄耋幼童皆可轻易登临这天下第一峰啊？正是，建天梯尚需时日，眼下当务之急是打通入山之境。侯爷，此物真能啃噬岩壁？此盾构机专为凿通山脉而生，区区岩壁不在话下。真绝开了！岩壁在盾构机前，竟如豆腐般松软。这开凿出的隧洞，竟如此规整光滑。这铁甲巨蟒，竟以山岩为食。快看，它吞入腹中的岩石，皆从尾后排出。此物真正的玄妙，在于边挖掘边固壁成碎。李校尉，派兵驻守此地，闲杂人等不得靠近。末将领命。短短10日，竟真能开辟出一条幽邃之道。10天未见，这盾构机莫非已将珠山彻底凿穿？你可知掘进了多少里？回校尉，俺也不清楚。侯爷有令，不许俺们进入。那大家伙10天10夜未曾歇过，肯定早贯通山体了。此隧道全长3里，随我进去一观。盾构机当真是神器，10日之前，此地仍是顽石绝壁啊！公子，我现在相信您真的能在山腹中掘出一条直上9霄的天梯。由此向上，正是直抵珠峰之巅的路径。公子想让盾构机向上挖？向上开凿，难度倍增了。侯爷有何妙策？回大坝，静候佳音即可。回去干等？公子，莫非是向上挖太难了，所以不挖了？
并非不挖，而是要从那绝顶之巅向下贯通。侯爷，为何在此处立起这铁架呀？此乃电塔，我欲将电力输至诸山，此物不可或缺。侯爷是说，这电力借助电塔，可远渡重山？若如此，只要架设大量电塔，我大前万里疆域，岂非人人可以享受电力之便？正是，但欲使电塔遍布天下，并非易事。末将祈愿，有生之年，能见我大前电塔林立，神光普照，夜如白昼。李校尉，那天必将来临。有本启奏，无本退朝。陛下，臣要弹劾镇远侯封长清犯欺君之罪。丞相，镇远侯何来欺君？陛下，距镇远侯夸下海口已过40余日，然据臣所知，本月以来，他终日流连宴饮，未曾亲赴诸山半步。此等怠慢君上、空耗国望之行，不是欺君，何为欺君？陛下，若林相所言属实，镇远侯欺君罔上，动摇国本，必须从严发落，以正纲纪。陛下，怕是镇远侯深知诸山天险，难助心革，当日不过是一时义气，如今骑虎难下。陛下，侯爷与福营赌约早已传遍朝野，沸沸扬扬。若万寿节之前拿不出宽心阁，我大前颜面扫地，必成万国笑柄啊！丞相，珠峰巍巍，非人力可及，即便最终未能建成，亦在常理之中，怎能轻易降罪？陛下，当日乃镇远侯一意孤行，非要与福营使臣争论，他个人颜面既失事小，我大前国歌尊严岂容儿戏？难道陛下真要等到万寿佳节，于四海宾朋面前让大前蒙羞吗？丞相，你想怎样？当一律严惩，昭告天下，以儆效尤。陛下，不可！镇远侯北筑长城，南立镇江神碑，功在千秋，岂能因这莫须有之罪严惩？况欺君之说是林相一面之词，未经验证，不可轻断。皇叔所言，方是老成持国之论。陛下，臣愿亲赴汉江，查明实情。陛下，臣上书公务臣身，此事还是由臣来办。听闻皇叔近日贵体欠安，汉江路远，若舟车劳顿，恐伤元气，还是由臣代劳为宜。皇叔和陈尚书分明是想去大坝享乐，二位不必再争，此事命江汉巡抚周义胜彻查。周巡抚何事匆匆忙忙？侯爷，朝中有变，林相在陛下面前参你犯下欺君之罪。我？林相指责你越狱未去诸山，不修关心阁，视为欺君。他未免过于心急。周巡抚来得正好，本侯正欲前往诸山，一观进展，你可愿同往？待你亲眼见过这欺君之罪，不便自明。这是周大人，此乃穿山隧道，1月前已经凿通。侯爷竟有劈山裂石之能，此洞有多深？约莫3里。约莫3里。侯爷莫要说笑，在岩壁中开凿3里隧洞，难如登天啊！哼，周大人若不信，何不随本侯入内一观？隧洞之深果然不下3里。哇！夏姑娘，怎么了？上面竟然通了！那是？没错，诸山已上下连通。苍天在上，这何时又多了条通天之路？这究竟有多高啊？侯爷竟神不知鬼不觉，将之挖通。侯爷将这山体横竖打穿，莫非是想在这山腹之中
建造一条天路。正是，过去50日，我在等横竖贯通这一刻，如今通道已成，天路可见。天路，侯爷的想法果真天马行空，非我等所能揣度。下官原以为侯爷要在山外修路，万万想不到竟是藏梯于山腹。山外修路，需抵御风霜雨雪，怎比得上山腹之中自成天地？周某佩服。侯爷，他们可是要开始建造天梯了。对。李校尉，电梯又是何物啊？天梯可自行升降，犹如升降机，一旦建成，登临绝顶，不费吹灰之力啊。难怪侯爷当日敢立下100日之约，原来那向上的通道竟是为承载此等奇物。好一个镇远侯！陛下，可是周巡抚的奏报？想必周巡抚已查清真相。陛下，是否如臣所料，镇远侯未去诸山修建观星阁？林相，你错了。周义胜亲赴诸山见镇远侯，非但未曾懈怠，更在山壁之上开凿出一条深达3里，可容数架马车并行的穿山隧洞。镇远侯竟在崖壁中开凿隧洞，且有3里深。3里隧洞，周巡抚可曾提及此洞以什么方法开凿而成？奏章中只提及壁洞光滑如镜，规整异常，绝非斧凿锤击。陛下，臣斗胆猜测，定是某种机关兽。于坚硬岩层中开辟道路，此机关兽当真了得！镇远侯遇水镇水，遇山开山，果真神通广大。陛下，即便镇远侯开山凿洞又如何？只要未建成观星阁，这欺君之罪依然成立。林相可知，镇远侯在诸山之中开辟的隧洞有几条？这臣不知。是2条，一条横贯山腹，另一条自那1000丈峰顶垂直而下，与横洞精准交汇。自山巅垂直而下，贯通山体？不，绝不可能。那株山高于2000丈，长青竟能自上而下凿通，一横一竖，交汇于山腹。侯爷他莫非是要在山体之内修建登山之路？没错，镇远侯正是想于山腹之中修一条通天之路，直达峰顶观星阁。陛下，探子来报，早朝之后，那3位外邦使臣又悄悄前往相府。林相到底想做什么？朝堂之上构陷忠良，私下与外人勾勾搭搭，真令朕失望透顶啊！陛下，今晨我们还截获了一封密函。岂有此理！私通外事也就罢了，竟敢与草原蛮族暗通款曲，难怪他想为蛮族极力促成那战马换粮的交易。陛下可还记得，当初蛮族军中突然出现的火炮，彼时神机营方研制而成，蛮族南下时竟也搬出3门。你的意思是？臣不敢妄断，仅是猜测。给朕彻查，若此事属实，这林贵非杀不可。哇，公子，你是说那直通山巅的天梯已然建成？万寿节在即，若此时还未完工，定会误了吉时。今日领你们到此，事成天梯，以验其效。若能借天梯登临诸山之顶，
日后与人谈起，够我炫耀一辈子。几位，随我上大巴车。开我！别干站着，各自找位置坐稳。公子，我们只要坐着他几岁的。放松些，姑且当乘坐一辆更平稳、更迅捷的马车。好快，比马车稳得多啊！窗外景致飞逝如电，这铁匣子奔跑之快，远超千里宝马呀！坐稳！短短3里路途，却让末将惊出一身冷汗呢。方才真是心都快跳出来了。多坐几次，自会习惯。稍后体验天梯时，你们更需放宽心神。都进来，都坐下。此梯上行极快，但想抵达山巅，也需1刻钟。天梯真的在飞升。虽不见外间天地，但这腾云驾雾之感，着实骇人。此生能乘此天梯直上诸山之巅，真乃3生有幸。侯爷，若是这天梯行至半空，夫人下坠，又该如何？若真如此，自是摔成肉泥，十死无生。公子莫要吓唬我等。实话告诉你们，此电梯拥有100多道安全举措，除非诸山崩塌，否则安全无忧。他怎的还在加速？公子，人家承受不住了。侯爷，可否让这天梯缓上一缓？末将心里实在发慌啊！侯爷，求您让他慢些吧。这都多久了，怎么还不到顶啊？莫非我们要直抵天界不成？你们若是害怕，可趴下。不怪他们胆小，这上行速度，连我都有些心悸气短。到了。哇，这里跟我想的观星阁截然不同。此处陈设之精妙，远胜大坝。此处当真还是人间？我们莫非误入了天宫仙境？必是仙境。方才那天梯定是接引我等飞升的仙桥。莫要胡思乱想，此地乃观星阁。好厚的积雪，不对，窗外冰天雪地，为何我等身处阁内却温暖如春？是呀，我们衣着如此单薄，竟丝毫不觉寒冷。非但不冷，阁内反而暖意融融。莫非是侯爷施展了驱寒仙法？观星阁拥有供暖系统，纵然严冬降临，居于阁内也温暖如春。随我上2楼，此处视野不能尽览诸山盛景。这楼梯怎会自己动了起来？此物名为手扶梯，站于其上，无需举步，即可扶摇直上。又是一奇物，往日登高皆是人攀梯，今日竟是梯载人，真是活久了什么都能见到。这楼梯竟在我脚下自行奔走，与此前天梯一般，皆是省力省时的神器。此处的风光可称绝景。真高呀，仿佛高悬于9天之上。此阁立于此处，气象非凡，不似人间。纵是传说中的仙庭宫阙，也不过如此。总觉得一阵大风吹过，整座楼阁就会坠入深渊。普天之下，唯有侯爷能有此通天手段，在这诸山之巅筑此神阁呀！侯爷，如今即便那福营国在悬浮山上建10座观星阁，也无法与此阁相提并论呢。走，我们去别处瞧瞧。时辰不早，我们该回去了。上来时你们已是心惊胆战，这下去怕是又要经历一番磨难。
公子，我能不能就留在这不走啦？此地未备米粮，你想在此餐风饮露，羽化登仙不成？只求这天梯下行时能稍缓一些，末将真怕这三魂七魄经此一下散去大半。侯爷救命啊！哎，亲娘哎，下次即使给俺一座金山，也不想再上主山。老天爷保佑，祖宗保佑，俺上有老下有小的，可不能死在此处啊！唉，别鬼哭狼嚎了，叫得我耳朵疼。一个个如同鬼门关前走过一遭，何至于此？侯爷，我等皆是肉体凡胎，岂能与您这神仙人物相比啊？短短1刻钟，比上战场厮杀还惊心动魄。公子，下次我可不敢来了。哦，果真不来吗？如今那观星阁尚未修完，待到万寿节，星河垂于眼前，仿佛伸手可摘星揽月，那般景象，你们当真舍得错过？伸手摘星辰，这止步！哼，镇远侯，这上山之路在何处啊？前方为何不见入口？不是声称在山脚开凿了隧洞吗？为何放眼望去，唯有顽石绝壁？恐怕那隧洞之说本就是子虚乌有。我早说过，镇远侯岂能有开山通天之能？侯爷，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既然无力在竹山之顶建阁，当初就该向福营使臣低头认输。如今这般，可是欺君大罪呀！这是大钱的待客之道，我等万里迢迢而来，难道只为观赏这荒山野岭吗？女帝陛下，贵国镇远侯犯下欺君之罪，戏弄诸国，必须给大家一个交代。诸位着急投胎吗？隧洞入口本就不在此处，在此停驾。皆因前方已设为军事禁地，重兵把守，不可擅闯。陛下，请命令部分御林军与侍从原地留守。准，皇叔，你去安排。臣领旨。陛下快看，那山壁之上果然有一隧洞。朕早说过，封爱卿从不让人失望。此洞浑圆规整，宛如神凿，确实非人力可为。此洞之宽阔，远超预料，5驾马车并行，亦绰绰有余。哼，竟真让他挖出了一条隧洞。莫非这诸山之石皆是泥沙堆砌？这分明坚硬如铁。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的？镇远侯竟真有开山裂石之能。此洞深不见底，莫非真有3里之深？这是机关兽，他为何阻拦去路？女帝陛下，此乃不祥之兆啊！必是山神震怒，且神兽拦路，此洞不可入。正是，天意不可违呀！二位大使，你们真能脑补。陛下，此物名为大巴车，特来带我等进入隧道。竟要乘坐机关兽进隧洞，爱卿，此机关兽可否愿意？陛下，你可将它视作马车。试问乘坐马车时，何须询问马车的想法？诸位，请随我登车入洞。陛下无需紧张，可将大巴车视作更为平稳迅捷的马车。此车之速远胜千里马，行进之间竟稳如平地，丝毫不觉颠簸。若以此车代步，从京师至竹山脚下3、4日足矣。皇叔，寻常车马无法持久，人困马乏时要歇息。此机关兽可昼夜不息，驰骋如飞。依臣看，2日之内必可抵达。臣上书所言极是。若我高丽能有此等神车，开疆扩土，
易如反掌，何至于困守边陲？此物若有成百上千之数，不，即使只有上百，仍胜10万铁骑，足可横扫列国。陛下当心！多谢爱卿。风爱卿，眼前之物可是天梯？正是。侯爷，陛下万金之躯，恐怕不便攀爬。莫说陛下，若此梯真能通达山巅，以其高度，我等凡胎肉体也无能为力呀。出山高2000余丈，莫非是要我等爬至山顶？诸位稍安勿躁，我既承诺带诸位登顶，自有万全之法。此天梯不是攀爬之梯，而是钢铁铸成的升降梯，只需步入其中，原地等候，即可直达山巅。此物是直上云霄的升降梯？原来天梯竟是此意。大坝内的升降机已令古惊为天人，未料想世间还有升降梯能直达1000丈峰顶。上升2000余丈的升降梯，这……陛下，万万不可！此梯纵然神异，然高悬1000丈，这万一有失，纵使陛下真龙护体，也难逃大劫呀！林相所言极是，此梯太过凶险，女帝陛下不可轻易涉险呐。林相，朝堂之上是你忧心国体颜面，如今临门一脚又是你横加阻拦，你究竟想做什么？陛下，臣一片赤诚，皆是为陛下安危着想。朕信镇远侯，大使若心生畏惧，不敢登梯，将视作主动认输。女帝陛下休要小瞧外臣，我倒要看看这天梯是否真能直抵云霄。朕能清晰感知到，我等正在脱离大地，飞越苍穹。陛下，这天梯承载30余人，依旧能迅捷升空，可谓是举重若轻啊！此等感受与得道飞升有区别吗？这速度愈发快了，臣只觉得身子发轻，似要被抛到九霄云外。我们是否已彻底脱离大地？天神在上啊，定要护我平安。侯爷，此刻到了何处？离地可有100丈。此时若是坠落而下，必定粉身碎骨，神魂俱灭。脚下虚浮，心中无根，就不该踏上此梯。诸位何必忧惧？此天梯稳步如山，绝无坠落之险。你们可闭目凝神，小憩便可，约1刻钟可安抵山巅。什么？就要1刻钟？福音使者，此刻若担惊受怕，待返程之时，天梯下行更急，你岂不是要下到失禁？镇远侯，我不上山了，快让这天梯停下！停下！侯爷，放我等下去！为时已晚，此梯一旦启动，不到山巅不会终止，你们认命吧。风爱卿，此处可否是诸山之巅的观星阁？正是。陛下，山巅苦寒，冰雪覆盖，请披上貂裘，以御寒气。好侍卫，不必多此一举。观星阁隔绝冰雪，温暖如春，无需貂裘御寒。果真如此，踏入此阁，未曾感到一丝冷意。妙极！此阁建于极寒的山巅，竟将苦寒彻底隔绝于外，仿佛自成一界。他竟在这通天绝壁之上铸造了一座旷世楼阁。福营使者，我大前观星阁可胜过你福营。福营大使，为何缄默不言啊？诸山较之雪浮山，何止高出1000丈？诸山之巅的观星阁，自是远胜雪浮山。诸位大使，你们认可吗？陈尚书所言极是，无论是通天神梯，还是此间云中仙阁，皆是名副其实的神迹。两者相较，此处观星阁完胜。既是观星阁，重中之重自然在观星2字，要比也是比观星之妙。
待夜色笼罩，星河垂野，本侯定叫你心服口服。风爱卿，今夜你可有万全把握？陛下是指观星一事？正是。陛下，此处是珠山绝顶，臣的地盘。那扶营使者若再敢胡搅蛮缠，臣便命人将他扔下万丈悬崖，让他切身感受一番什么叫做脚踏实地。爱卿你稍作惩戒，令他知难而退，切莫真丢人下山。好歹也是一国使节，关乎邦交，朕有件要事需与爱卿商议。陛下请讲。你可知当初蛮族大军的3门火炮源自何处？臣不知。不久前，陶侍卫截获了一封密信，朕那时才知，林相竟与蛮族勾连。顺藤摸瓜之下，查到他从神机营盗取火炮图纸，转卖给察合台。竟有此事！唉，林相屡次针对你，多半是察合台授意。他太令朕寒心了。陛下，那符题当真妙不可言，立于其上，如御风而行。皇叔喜欢便好，镇远侯所造之物，自是处处匠心，暗藏玄机。侯爷，我等方才去到楼顶，见一扇铁门紧锁，不知门后藏着什么奇景。醉翁之意不在酒，皇叔此来，原来是好奇那门后风光。让侯爷见笑了。无妨，既然皇叔问起，我提前带诸位一观，原本想留待夜间当做惊喜，陛下可愿同行？朕正有此意。此处空空如也，似乎并无特殊之处，为何要紧锁门户？陛下，此处乃观星台，今夜我们要在此共赏星河。这观星阁顶竟是一整个琉璃罩，原来奥妙藏于此处，此景当真绝妙，立于此地，云生足下，仿佛已得道成仙。不愧是人间之巅，万里河山尽收眼底。侯爷，外臣承认，此观星台气势恢宏，确实难得。可若只能仰头观天，此阁将不如我浮营观星阁。却不知贵国观星阁有何玄妙？我浮营观星阁每逢星夜，群星低垂，恍若萤火环绕周身，触手可及。贵国之人，莫非皆如大使这般撒谎成信？侯爷若是不信，何不亲赴浮营，一验真伪？这货贼心不死，一心想要引诱我去岛国。镇远侯，外臣可作证，浮营大师所言非虚。若侯爷的观星阁无法呈现奇景，怎比得上浮营观星阁？哼，二位使臣可曾听闻近大远小？近大远小，同一事物，置于眼前，则显其大；置于远处，则见其小。此为近大远小。恰如这夜空星辰，虽只有微光一点，可若放在面前，你们可知有多大？纵使我等立于诸山之巅，星辰依旧遥不可及，足见其本体之大，可比山岳。好一个近大远小！以此推之，真正的星辰绝无可能如萤虫般环绕人身。浮营使者所言，必是无稽之谈。好你个浮营使臣，竟敢以虚妄之言欺瞒我等！这浮营大使为使你心服口服，本侯特意准备了一物。风爱卿，这是什么？回陛下，此物乃天文望远镜，借助此镜，可观星辰。侯爷，此刻难道看不见星辰吗？何须再借助此镜？皇叔莫非只想雾里看花？
难道不想知晓那9天星辰究竟是什么模样？是玉宇琼楼，还是神山火海？长青，你是说借助此镜可得千里眼神通，窥见星辰本相？可以这样理解。快，朕要第一个试试这千里眼。陛下，您此刻所见之物正是月亮，臣现在为你层层拉近，细观其貌，先调到100倍，果真清晰了许多。500倍，1000倍。为何这月亮表面竟是满目疮痍，坑洼遍布？明月竟是满目疮痍，坑洼遍布。陛下，莫要看走眼了。太阴星当光耀环宇，皎洁如盘才是，怎会坑洼遍布？此物当真能窥见太阴本相？侯爷，可否让外臣一观？外臣愿献上黄金100两，只求窥天一角。侯爷，外臣也愿出100两黄金，向您借用这千里神木。他那神光天启，我得看一眼。大人，请让我试试。别推我！诸位，稍安勿躁，排好次序，逐一观赏。表面坑洼如麻，色泽斑驳，这哪里还是月空啊？今日方知何谓坐井观天，此镜可观明月与星辰，真是一件神物。若非亲眼所见，孤岂敢相信这高悬苍穹的明月竟似一块顽石。值，太值了！今日竟能一窥太阴真容。待我回到府营，定要将今日所见著书立说，传于后世。此番才叫观星，自今日始，世间所有关于星月的传说都将被彻底改写。风爱卿，昨日乃是朕此生度过最好的万寿节。陛下喜欢就好，今后若想探寻星海奥秘，随时可驾临此阁。诸位，朕有2件大事要宣告。这第一件，镇远侯封长清屡见不世奇功，昨日更是献上旷古烁今的观星阁，朕决意晋封镇远侯为王。这第二件，与当朝宰相林贵有关，经朕严密查证，林贵已与蛮族勾连已久，竟倒卖神金火炮机密，此乃叛国，罪无可赦。陛下，约我呀！臣证据确凿，容不得狡辩。来人，将林贵押下，严加看管。朕闻乾坤吉利，必赖肱骨之臣，社稷永安，实仗栋梁之力。今有镇远侯封长清，秉忠贞之志，怀经纬之才，短短1载，铸就3件不世奇功，任意皆可光耀史册。其一，围筑3000里铁壁长城，锁月边关，使蛮骑望墙兴叹，护我大秦黎民安居乐业，此乃安邦之功。其二，南历长江凌云大坝，驯服苍龙，弥平百年水患，则比6州生灵免遭涂炭，此乃定国之功。其三，于珠山绝顶筑观星神阁，尽窥玄奥于灵台，开启民智于蒙昧，此乃开化之功。此3功，安邦、定国、开化，功在当代，利在千秋。今顺应天意，从乎民心，特晋封清为山河王。日月所照，山河所致，今后当由卿为朕镇守。